香港大熊猫的名字终于公布了，雄性是安安，妈妈是旅泰大熊猫林慧的女儿林冰，爸爸是吴港，雌性是可可，也叫田可，妈妈是汉元，爸爸是金科，他们两个都是刚满5岁，将于9月26日出发前往香港。安安的性格特别活泼，体型上遗传了妈妈林冰高大的身材，和室友雅雅站在一起，俨然就像待宰公猫。而且他是中心有名的越狱大王，经常会翻墙越狱去找隔壁邻居玩。这天他又轻轻松松翻上了围墙，把墙都踩塌了一块。但是看到隔壁邻居兴奋地跑来跑去，他突然又怂了，自己又翻了回来。而田可也很活泼，他之所以能叫田可，也是因为他长得真的又甜又可爱。小时候因为不想下班回家，抱着树和奶爸拉扯的样子真的萌呆了。但他可不是什么小甜妹，而是官方亲自认证的假小子。小时候还和忠心的战神姚一家打过架，虽然最终也是被一家按在地上摩擦。如今5岁的安安和田可马上要一起携手到香港生活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。在1999年赠港的第一对大熊猫中的雄性也叫安安。即便安安和佳佳去香港时已经开始步入老年，佳佳当时都已经21岁了，他们依然得到了很好的照顾。他们分别享年35岁和38岁，而且安安和佳佳已经离世多年。在香港海洋动物园门口最醒目的依然是佳佳的纪念碑，这也说明了他们对大熊猫的感情真的很深厚。如今香港大兄弟的春天也是要来了，加上莹莹刚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姐弟，现在2只变4只，4只变6只，有全新的面孔，也有养成系的宝宝，感觉香港人民做梦都要笑醒了吧。自从莹莹生了双胞胎，园方每天不间断晒娃，而且在宠娃这方面也是丝毫不输给长隆，所以对于安安和田可到香港生活，大家都不会有丝毫担心。毕竟那里的场地很大，绿树成荫，有假山也有流动的水池，更重要的是场馆还是1年4季模拟四川的温度，冬天还会用造雪机造雪供他们玩耍。饲养团队人员充足又很有爱心，所以真的没什么可担心的。后续安安和田可还会举行隆重的征名仪式，但也有很多网友觉得现在的名字就很好听，支持投原名呢。前这只十分漂亮的小熊正是虫洞洞花芒仔，趴趴熊时期的芒仔基本上和小五长得一模一样，如果不是看到那时的外公还很年轻，这母子俩的长相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。芒仔这分明是生了个自己出来。关于芒仔这个名字，因为他和2个姐姐一样，一出生就被认错了性别。当时虫洞在全市发起征名活动，芒子一名高票入选，寓意着茁壮成长的意思。后来发现是女娃后，虫洞找补了一下改成了芒仔。其实芒仔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，只是不幸早年夭折。芒仔打小就长得甜甜的，大大的米奇朵朵，小脸圆的像圆规画出来的一样。他和小五分别和外公对视的照片，真是像是跨越时空的联动。芒仔是个爬树高手，也是虫洞唯一一只越狱成功的大熊猫。据说当年芒仔大半夜不睡觉，从一棵大树跃到另一棵大树上，然后翻越围墙，跑到后山上睡了一觉，结果被早起晨练的大爷发现后，立刻通知了动物园。因为芒仔很贪吃，所以轻轻松松就被一根笋笋骗了回来。正因为他贪吃的属性，还曾胆大包天的偷过他的奶奶星星老祖的笋笋，被星星发现后气得边追边骂。早年芒仔洗澡的视频也很炸裂，看着标准的仰泳姿势也是没水了。芒仔如今已经是5个孩子的妈妈了，依旧还是奶乎乎的，特别是每天和小五的鸡飞狗跳的互动，把隔壁的于爱急得都想上手了。也正是莽小五的存在，让芒仔看起来好像更年轻了，性格上也像一个大宝宝。儿子的玩具上心了，他要第一个先玩，大飞机是，大跑车也是，甚至连不适合他尺寸的玩具也要抢着玩。在儿子的认养仪式上，芒仔大口炫着豪华蛋糕，开心的像是他被认养了一样。有芒仔这样爱玩的妈妈，感觉小五的童年也很快乐，而且小五也特别聪明。这天小五得到了很多冰块，他想啃着吃，但无奈怎么都啃不动，然后就一口全部含嘴里了。这可爱的小模样和人类幼崽有什么分别？可爱的妈妈和可爱的宝宝，多希望时光可以慢一些，小五慢慢长大，和妈妈待得再久一些。有的熊熊天生微笑脸，有的熊熊看起来很发愁，还有的熊熊生下来就很不高兴。盘点大熊猫的长相差异能有多大？北辰长着一副微笑唇，看上去总是笑嘻嘻的，含糖量超高，也因此被大家叫做小甜包。小甜包吃饭的时候在笑，睡觉的时候也在笑。然而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他笑得有多甜，拳头就有多痛。真不愧是掏过狼崽的北川的孩子，长着最甜的脸，却打着最狠的架。交易和止语都是受害熊，交易应该是挨揍最多的大班长了吧？在早教班时被北霞揍，上幼儿园了又被北辰揍，整个童年都活在了这兄弟俩的阴影之下。止语也没好多少。这天本来以为是北辰在玩自己的尾巴，结果定睛一看，是北辰把止语按在地上，
而他正在非常忘我的给芷雨进行肯定服务，也就同为野2代的嘉欣可以和他过2招。而华萌萌与北辰整天笑嘻嘻的不同，他总是一副很发愁的样子，因为长着一对8字眉，看起来炯炯的。华萌萌吃笋的时候愁，发呆的时候就更愁了。他甚至能把脆甜小苹果吃出北洞窝窝头的感觉，看他难以下咽的样子，是不是像极了小白天吃窝头？华萌萌本来就遗传了爸爸武阳的委屈脸，头上像戴着个发箍，这点和他远在虫洞的姐姐鱼贝有些像。除此之外，他的眼睛上方还长着一个旋儿，在视觉上看起来就像是长了眉毛。正是这个旋儿的存在，让萌萌看起来更加愁了。小时候，奶爸还尝试通过按摩给他抚平，但是每次睡一觉就恢复原样了。而高老爷的外孙兴安，因为他和北辰天生上扬的嘴角不同，兴安的嘴角是向下的，再加上眼圈比较大也很黑，整体上看起来就是气鼓鼓的，所以也被大家叫做真不高兴。而且真不高兴从小就是底层熊，和他同班的有可以一挑3的振声，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宽姐。宽姐可以随意抢任何小熊有的笋笋，而被宽姐抢笋笋的小熊都会再去抢真不高兴的笋笋，反正最后受伤的只有真不高兴，这搁谁也高兴不起来啊。可能是童年当底层熊的经历，给他的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，以至于现在已经7岁的他，还是一脸的不高兴。不知道振声同志知道后，会不会有一丝愧疚之意呢？娇的公主和被逼疯的爹，小白天和面面奶爸的日常真的太抓马了。看父女俩这状态就知道，今天的窝头交易又没谈拢。面面在笼子里不停念叨，还时不时用手戳一戳小白天，求求你给奶爸一个面子呗。但眼看小白天还是没有妥协的意思，面面的表情逐渐浮夸起来，像是在说如果你再不吃，我就疯给你看。小白天翻着白眼傲娇回怼，给你一个眼神自己去体会，谁爱吃谁吃，反正本公主今天就是不吃。小白天是出了名的不爱吃窝窝头。有一次小白天正躺在地上吃笋笋，他以为地上是掉了一块笋笋，就伸手去捡，结果捡起来一看，竟然是一块窝窝头。小白天1秒都没犹豫，赶紧丢掉，然后迅速吃2口笋笋压压惊，心想真晦气真晦气，那味儿可是真冲啊。每次面面奶爸来给小白天送加餐窝窝头，他要么不接，要么接过去也会找个地方扔掉。可能是考虑到外面的游客太多，他每次丢掉前还会加上一连串的演示动作，先是假装伸头找东西，然后再来一个不经意的回头，最后再顺势丢掉窝窝头。原来熊孩子做坏事前也会先给自己打一套掩护。面面奶爸也因为每天都被小白天拿捏，逐渐开始变得疯魔起来。大家也都开始担心面面奶爸的刻板问题，但面面奶爸也有能治住小白天的时候。这天，面面奶爸捡起小白天吃剩的窝窝头，然后把它塞进笋笋里，关上门静静看好戏。当小白天吃到窝窝头那一瞬间，面面奶爸的阴谋得逞简直笑开了花。虽然看不到此刻小白天的表情，但单看面面的反应就知道，小白天此刻一定是痛苦面具，内心 OS 你个老六竟然敢阴我。小白天也有拿捏不了的饲养员，小白天的撒娇对徐老爷就不起作用。面对和他腻歪的小白天，徐老爷直接把窝窝头塞进了他嘴里。小白天吐到地上后，转过身来示意老爷给按摩了才会吃，结果徐老爷直接把窝窝头放在地上，关上门直接就走了，只留下小白天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。而面对太老爷，小白天就更听话了，撒娇那都是没有的事儿，让干啥就干啥，主打一个乖巧。看来熊孩子也懂得见人下菜碟啊。